欢迎来到汉语微风，这里是一个可以轻松听中文、慢慢习惯中文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逸晨。我是月宁。如果你正在学中文，或者刚来到中国生活，我觉得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：很多中国人手里都有一杯奶茶。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其实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因为每天都能看到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从地铁站出来的人手里有奶茶，商场里的人手里有奶茶，大学生手里有奶茶，就连很多下班的人手里也有奶茶。然后我开始认真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奶茶？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而且特别奇怪的是，很多时候大家根本不渴。明明刚喝完水，明明刚吃完饭，但是看到奶茶店的时候，还是会突然想买一杯。我有一次下楼买纸巾，真的只是买纸巾，结果10分钟以后，我手里拿着奶茶回家了。纸巾呢？买了，但是奶茶比纸巾贵。这就是真实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聊聊一个特别有生活感的话题：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喝奶茶？而且说真的，录这一期节目很危险，为什么？因为聊着聊着就会想喝。我已经有一点了。我第一次真正觉得中国人很爱喝奶茶，是上大学的时候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图书馆待到很晚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。那时候我特别累，脑子已经不想学习了，我只想赶快回宿舍。结果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我发现奶茶店还在排队，而且不是几个人，是真的排了一长队。我当时站在那里看了半天，因为我很好奇，已经晚上10点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买奶茶？而且大学生通常都不太有钱，理论上应该更省一点。对，所以我更好奇。后来我发现排队的人看起来都挺开心的，有人刚从图书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书；有人穿着拖鞋，明显已经准备回宿舍了。还有几个人一边排队一边聊天，笑得特别开心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，他们好像不是为了奶茶来的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很多人其实是为了那个时刻，比如学习一天以后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；比如和朋友一起出来走走，顺便买一杯奶茶。重点已经不是奶茶了，而是终于不用学习了。这个解释很大学生。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而且我后来发现，大学里最危险的一句话，其实不是"我们去学习吧"，而是"有人一起买奶茶吗"。这个我们后面一定要聊。真的，因为只要这句话一出现，很多人的计划都会改变。本来准备回宿舍的人不回去了，本来准备睡觉的人也精神了，本来不想花钱的人也开始看菜单了。而且最神奇的是，很多人本来根本不想喝，结果看到朋友点，自己突然也想喝了。我一直怀疑奶茶有一种特殊能力，什么能力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什么错觉？别人喝的时候特别香。这个我承认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奶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不是水，也不是普通饮料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更像一种心情，比如下班以后，比如周末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考试结束的时候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吃什么，而是我想喝奶茶，而且这种想法通常来得特别突然。对，最可怕的是你本来没有这个想法，结果看到别人喝，自己突然也想喝了。我以前在办公室就经常这样，上午的时候还告诉自己，这周不能喝奶茶。下午3点，
看到同事点单，马上开始看菜单。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奶茶，是同事。对，如果同事都戒奶茶，我成功率应该高很多。但现实是，总会有人先开始，然后整个办公室慢慢加入。奶茶真的很像一种会传染的快乐。你本来没有特别想喝，结果看到别人手里拿着一杯，突然觉得好像喝一杯也不错。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有时候不是想喝奶茶，而是想让自己开心一点。比如工作特别忙的时候，比如天气特别热的时候，比如刚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奶茶会让人觉得今天好像可以奖励一下自己。而且这个奖励很容易实现，不需要计划很久，也不用花很多钱，下楼就能买，打开外卖软件也能买。我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，他每次完成工作都会买奶茶。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奶茶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喜欢奶茶，我是喜欢完成工作的感觉。”这个答案特别好，因为让他开心的其实不是奶茶本身，而是终于完成了事情。奶茶只是庆祝方式。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奶茶像一个小按钮，什么按钮？按一下就告诉自己今天辛苦了。这个说法我很喜欢。刚才说到同事点奶茶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我觉得很多中国办公室都有一个神秘时间，下午3点，你怎么每次都知道？因为太经典了，只要上过班的人应该都懂。下午3点左右，午饭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离下班还有几个小时，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累。对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下午3点经常是最安静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电脑，都在工作，办公室里甚至有一点困，然后突然会出现一个人，英雄登场。哈哈哈哈，真的有点像。他会慢慢站起来，看看大家，然后问一句：“有人喝奶茶吗？”这一句话的力量特别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本来没有想喝，结果听见这句话以后，马上开始思考。真的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早上大家还在说最近不能喝奶茶了，我要减肥，我要健康一点。下午3点这些话全部消失。全部失忆。哈哈哈，完全失忆。我以前有个同事特别有意思，他每次都会说：“今天我不点。”结果每次奶茶到了以后，他都会过来。让我喝一口。对，每次都是这句话。后来呢？第一口，第二口，第三口，最后自己去买。这种人每个办公室都有。有一次最夸张，办公室20个人，最后18个人都点了奶茶，剩下2个人特别骄傲，一直说我们坚持住了。后来呢？奶茶送到以后，2个人开始喝别人的，哈哈哈哈。后来大家再也不相信他们了。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，他们不是不喜欢奶茶，只是下单比较慢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可能不只是奶茶，嗯，而是等待奶茶的过程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点完以后，大家会一直看手机，看看骑手到哪里了，还有多久，什么时候到？甚至会刷新很多次。对，然后终于收到消息，您的订单已送达。那一瞬间真的很开心，像小时候等礼物。有一点。而且奶茶到了以后，大家会暂停工作，站起来聊几分钟，活动一下，看看窗外。办公室突然有了人气，所以有时候大家买的不是奶茶，那是什么？是下午3点的休息时间。
这个说法我特别同意。工作好像暂时停下来了一会儿，大家开始聊天，开始笑，开始说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对，有时候就是那10分钟，会让一天变得轻松很多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问我办公室为什么喜欢点奶茶，答案不是因为渴，而是因为大家想休息一下。顺便让下午变得没那么长。如果说办公室最危险的一句话是“有人喝奶茶吗”，那么大学宿舍最危险的一句话其实是“有人一起点奶茶吗”。这个更危险。因为通常出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晚上10点、10点半，甚至11点，明明已经准备睡觉了。结果突然开始研究奶茶。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，宿舍群经常这样，平时特别安静，结果突然有人发一句：“有人一起点奶茶吗？”然后整个群火了。真的特别神奇，平时不说话的人也出现了。我懂，那种感觉就像召唤成功。有一点，而且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人，刚开始最坚定，最后点的最快。对，每次都这样。有人发：“有人点奶茶吗？”他第一个回复：“不喝。”态度非常坚定。5分钟以后开始动摇。10分钟以后发一句：“帮我带一杯吧。”每次都是这样。而且理由特别多。比如，今天学习太累了，今天心情不好，今天心情太好了，今天下雨了，今天太热了，今天太冷了。反正总能找到理由。后来我们发现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最后都能变成喝奶茶的理由。我有个朋友更夸张，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了，他躺在床上，灯都关了。嗯，结果宿舍群有人说：“点奶茶吗？”然后他突然坐起来，开始看菜单，这个画面太真实了。而且研究了20分钟，特别认真。结果呢？点了平时最常喝的那一杯。研究了20分钟，什么都没变。最搞笑的是，第二天他说，以后晚上不能点奶茶了。然后呢？第二天晚上继续点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大学生最难坚持的计划之一，是什么？戒奶茶。这个我们后面也一定要聊。因为我有太多失败经验了。而且我发现，宿舍里的奶茶和办公室里的奶茶还有一点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办公室点奶茶是为了休息一下，大学宿舍点奶茶很多时候是为了延长快乐。这个说法很好。本来一天快结束了，本来准备睡觉了，但是大家突然一起聊天，一起点奶茶，一起等外卖，那种感觉会让人觉得今天好像还没有结束。所以后来很多人回忆大学生活的时候，会想起宿舍、朋友，还有半夜点奶茶。对，因为奶茶本身可能会忘记，但那些一起聊天、一起笑的晚上，通常会记得很久。其实我觉得奶茶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，什么功能？交朋友。这个我同意，而且特别自然。对，因为奶茶价格不高，不会让人有压力，但是又会让人觉得你很友好。尤其是刚认识的时候，一杯奶茶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开始。我发现很多中国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，不是突然变成朋友，而是一点一点熟起来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那时候我是新人，公司里的人我都不认识，每天都很客气，但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融入进去。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都这样。有天下午，一个同事走过来问我，
喝奶茶吗？我说都可以，然后他顺手帮我点了一杯。后来我们一起下楼去拿奶茶，在楼下坐了一会儿，聊什么了？什么都聊，聊工作，聊住在哪里，聊每天怎么上班，聊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。其实现在回头想想，那些内容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开始聊天了。对，从那天以后，我再见到他就不会紧张了。有时候中午一起吃饭，有时候一起下班，后来慢慢变成朋友。所以那杯奶茶更像一个开始。我觉得是。我以前公司来了一个新人，也特别安静，第一天几乎没怎么说话，别人聊天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笑一笑。很多新人都会这样。后来有天下午，大家一起点奶茶，顺便帮他点了一杯，结果他突然开始讲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问他喜欢喝什么，他说自己特别喜欢珍珠奶茶，然后呢？然后开始认真分析珍珠。分析珍珠。对，哪种珍珠比较软，哪种比较有嚼劲，煮多久最好吃。我们当时都惊呆了，原来他这么会聊天。所以有时候不是别人不会聊天，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熟悉的话题。而奶茶刚好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共同话题。没错，因为大家都喝过，都有自己的喜好，也有自己的故事。而且奶茶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什么？它不会给人压力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第一次见面就请别人吃很贵的东西，很多人会不好意思。甚至会觉得欠你人情。但是奶茶不会，一杯奶茶刚刚好，既表达了善意，又不会让人紧张。所以很多关系都是从一句"我请你喝奶茶吧"开始的。我觉得这句话在中国真的很常见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：什么？帮喜欢的人买奶茶。哈哈哈，终于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件事看起来特别简单，难道不是吗？一点都不简单。请开始你的故事。这不是我的故事，是我大学同学的故事。好，请开始。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人很好，也很爱笑。他一直想找机会和她多说话。青春的味道来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几个人一起出去玩，走着走着，路过一家奶茶店。机会来了。那个女生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有点想喝奶茶。”然后呢？我朋友瞬间精神了，刚才走路还有点累。听到这句话以后，整个人像重新充满电一样。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力量。他马上说：“我请你。”很好啊。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喜欢喝什么。店员问：“喝什么？”那个女生说：“都可以。”最危险的三个字。真的。因为都可以，通常都不是真的都可以。店员继续问：“几分糖？”女生说：“都行。”危险升级。店员又问：“加珍珠吗？”女生说：“都可以。”彻底完了。我朋友当时特别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买奶茶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人生考试。他站在那里开始分析：如果太甜，会不会显得不健康？如果不甜，会不会不好喝？如果加珍珠，对方会不会不喜欢？如果不加，又会不会错过正确答案？店员一定很想下班，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，压力越来越大。店员第3次问：“请问决定好了吗？”我朋友额头都快出汗了。太夸张了吧？一点都不夸张，年轻的时候真的会这样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决定赌一次，赌什么？半糖珍珠奶茶。
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他觉得半糖是中间值，珍珠是最经典的。如果不知道选什么，至少不会太错。听起来居然还有点道理。奶茶终于做好了，我朋友把奶茶递给那个女生，然后开始假装不在意，其实心里特别在意。特别在意。他一直偷偷观察。然后呢？女生喝了一口，呃，说了一句：“挺好喝的。”成功了。成功了。然后呢？我朋友开心了整整1个星期，1个星期。真的。后来我们问他：“至于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不懂。”年轻真好。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很多情侣真的会记住对方喝什么，这个是真的。几分糖，几分冰，加什么不加什么，有时候甚至比记自己的口味还清楚。因为买错1次就记住了。这句话很有经验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奶茶其实记录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小细节，这些细节平时不一定会注意，但会让人觉得被关心。而被记住喜欢什么，本身就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说到这里，我觉得终于到了今天最重要的话题什么？——戒奶茶。这是我的伤心故事。也是很多听众的故事。我觉得是你认真戒过吗？认真戒过1次，真的认真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因为有段时间我喝得太频繁了，频繁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我走进奶茶店，还没开口，店员已经开始做了。真的。他说：“还是老样子嘛。”这已经很严重了。所以我决定必须改变。然后开始戒奶茶。第1天特别顺利，第2天也不错，第3天开始有一点想喝，第4天开始注意别人手里的奶茶，第5天开始看菜单。等等，第5天已经开始看菜单了，只是看看。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。第7天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最近出了什么新品。你这不叫戒奶茶，那叫什么？远距离关注奶茶。后来坚持到了第28天。后来呢？听起来已经很厉害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第29天的时候，我甚至有点骄傲。危险通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完全正确。那天下班以后，我路过一家奶茶店，我告诉自己不要进去，继续走。很好，于是我继续走，很好。走了10米，然后我又走回去了。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看看新品长什么样。你根本骗不了自己。当时我觉得我可以。继续。进去以后，我告诉自己只看一眼，不买。结果看到了优惠活动，危险升级。买1杯，第2杯半价。我已经知道结局了。15分钟以后，我拿着2杯奶茶出来了， 2杯？因为第2杯更划算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失败者的逻辑。最丢人的是，回家以后，我一边喝奶茶，一边看自己写的戒奶茶计划。我真的不行了。而且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。想到什么？我发现很多人戒奶茶失败，不一定是因为奶茶特别好喝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生活里到处都有奶茶，公司楼下有，学校旁边有，商场里有，地铁站有，打开外卖软件还有。逃不掉。真的逃不掉。有时候不是你在找奶茶。是奶茶在找你。这句话太危险了。但很多人会同意。而且我发现每个喜欢奶茶的人都有一句经典的话。什么？最后一次，
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次。然后明天再说一次。我觉得很多听众现在已经笑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可能也说过这句话。说真的，聊完这一期以后，我有点想喝奶茶了。我已经想了20多分钟了。我发现聊奶茶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尤其是晚上录的时候。大家听这一期的时候，会不会也刚好在喝奶茶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今天我们刚好一起喝了一杯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那现在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危险。确实有一点。那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奶茶？或者在你的国家，有没有一种像奶茶一样，大家特别喜欢的饮料？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拜拜。